大家好，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，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完全反弹，不但抹平了因为美伊战争的所有跌幅，而且还进入了暴涨模式。我之前成功预测了战争的开始，也跟大家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，一定要在战争结束前大量买入。而且在最后的一个时间点也做了影片，专门怼了一下看空的黑粉，给大家提示了底部的来临。现在真是一眨眼啊，一切都回来了，而且个股创了新高。恭喜我的铁粉们！没有上车的朋友，今天我就会告诉你，现在也是机会。我想以后的每期节目除了讲 ETF 之外，还可以讲一些我研究的潜力股。想进阶的朋友可以把它们加到自选股里面先观察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今天我还会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内容，就是大家呼声特别高的特斯拉。先声明，本影片所有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，我免费分享，但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。现在没有进场的朋友还有机会，已经进场的朋友可以继续发财。这不是我的感觉，我的决策都是在量化指标下进行判断的。先看一下市场大势 ，CNN 恐惧贪婪指数从极度恐惧的9刚刚进入中性，这就意味着整个市场没有特别害怕，也没有特别的亢奋。这就说明现在的股市刚刚进入认知修复的阶段。大多数人这个时候还是怀疑的，不敢相信股市怎么会涨起来呢？这个时候就是起飞阶段。未来股市可能还会有颠簸，还会下跌，比如美伊谈判再次进入僵局之类的，或者是什么其他突发事件，这个时候就会进入一个熊市陷阱，股市小跌，这个就是上车的另一次机会。大家可以记住我今天的预测，当标普和纳斯达克在未来1-2个月，如果它创新高的时候，你就会收到无数的新闻，手机 YouTube 上全都是这个事情。这个时候大量散户就开始入场了，他们会把股票推到更高的位置，而绝大数散户都会在最高点入场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抛出20%左右股票的时候。具体什么时候卖股票，大家也关注我一下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会做影片告诉大家。下面我想讲一下，如果现在上车应该买什么股票，用什么策略。现在有朋友问我，巴菲特3700亿美元现金储存创历史新高，他都没有进场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他进行观望，等大盘跌50%再进？这个肯定是可以等的，那个时候的收益肯定是大大的。但是你还要知道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都不是巴菲特。巴菲特的现金不是自己的，是伯克希尔的。伯克希尔3700亿里面1半以上是浮存金，属于公司的负债，未来还是要理赔用的，不能乱花。伯克希尔总资产1.2万亿美元，现金只占总资产的30%，股票占22%。所以你现在按比例学巴菲特的话，你现金的资产也应该占总资产的30%，除了房产，股票再买22%。是不是？巴菲特拿着这么多现金，并不是告诉你要空仓，而是要告诉你存款也拿着，股票也拿着，而且要创造持续的现金流，为将来的投资做好准备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月薪太低，没有其他现金流，我建议你第一件事不是投资，而是学好英语。英语学好之后，你就会打开另外一个世界。你不仅可以在 YouTube 英文论坛上找到第一手 AI 创业的资讯，你还可以在 Fiverr、Upwork 上找到远程接单的工作机会，甚至可以移民海外。我就是这么来的新加坡，现在自己开公司。我还有个大学同学，刚毕业的时候是在深圳给美国客户找货源的采购经理，英文口说不是最好，但是工作能力厉害。后来就被美国客户看中，招聘去了加州工作，薪水翻了好几倍。3年前在美国加州买了一个大仓库自己创业，专门做给美国公司做的定制礼品，就是把笔记本、工艺品印上各种公司 logo 的那种定制生意，非常好赚。所以学习英语是对你自己最大的投资，英语真的是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高效学习英语，我推荐 Elsa Speak， 效果特别好。谷歌投资的 Elsa Speak 全球超过9000万次下载。这款 APP 就像你的专属英语口说教练，它会根据你的口音、职业、英语水平，帮你量身定做专属学习计划。打开就有针对你弱项的课程，文法、词汇、发音全都有。哪个音发的不对，怎么改，中英文都有显示，一目了然。Landmark。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是 AI 角色扮演，可以模拟面试、商务会议、跟客户谈订单，甚至能创造任何情景。重点是 AI 会逐句反馈，立刻教你最地道的说法。对话结束后，还会生成一份针对发音、文法和用词的详细中英文分析报告。这对于想高效练好英文口说的人来说，简直是训练神器。Start with, for next year, I want to focus on improving my fitness and starting a side project. How should I break these goals into actionable steps? For fitness, I'm planning to work out 3 times a week and focus on strength training. For my side project, I'm planning to start a new YouTube channel. For fitness, start with weekly workout goals. For the side project, maybe break it into research and then execution phases. 如果你在工作上有英文做简报或会议发言，可以用 Premium 网页版 Speech Analyzer 功能。
录下你的口说内容，它就会分析你的发音、流畅度、语调，甚至预测托福雅思的分数。这对职场人说来说超级实用。英语是你用最少的资金获利最大的投资。现在终身版方案正在限时大特价，一次购买就可以终身使用，不用再付月费。尤其是最多人喜欢的 Premium 方案，现在就是入手的最佳时期。点击资讯栏和这里留言的专属链接，在结账页输入优惠码 NICK 就可以获得超级折扣。在新时代抢先机，我们一起学英文吧。接下来我就讲一下我最新研究的个股和策略。现在的投资主线，从本次反弹涨得最凶的板块来看，还是 AI。这个 AI 可以分成两个阵营，一个就叫 Value AI 价值 AI， 另外一个就是 Growth AI 成长 AI。Value AI 指的是亚马逊、英伟达、谷歌、博通这些大盘股，我认为他们是长期投资一定要配置的股票。之前资本超出的一些鬼故事已经把他们的估值压到非常低的位置，现在还属于相对便宜的。马上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就到了，就是4月末的 Q1 财报，到时候一定要关注市场如何解读这些财报。现在他们已经跌了这么多，说明市场对他们已经进行 price in 了。未来只要财报业绩不会太差，他们就会继续涨。虽然现在他们涨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在长期来看，他们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。我为什么没有提微软和 Meta？ 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拿出非常厉害的 AI 产品，而且资本支出太猛了，赚钱却没有跟上。未来他们也可能翻盘，但是还没有看清。苹果也没有发展什么 AI， 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是稳健型的选手，想配个股就先配 Value AI， 就是我刚才说的。而且 ETF 你也配一些 QQQ、SPY， 这样如果 Meta、微软也涨起来的话，这些 ETF 也能受益。新手还是从 ETF 开始这个我一直说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下这个 Growth AI 成长 AI， 就是跟 AI 相关涨得非常猛的股票，风险大收益也大，这个是进阶型选手可以看一下的。现在这种成长 AI 的股票已经开启了暴涨模式，如果大家没有在战争恐慌的时候买，现在你再买的话可能就是火中取栗了，不适合新手和心理素质不好的朋友。但是对于想进阶一下学习投资成长股的朋友，可以加入自选股先观察一下，等到下一次集体大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哪一些你可以提前再配置。对于这种成长股，你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配一个 10%、20% 都可以。赚钱的机会总是有的，千万不要着急，千万不要 FOMO。成长 AI 股的投资方向就是要选那些可以卡 AI 产能脖子的。现在能卡住英伟达、Mega 7上涨空间的主要有3个瓶颈，一个就是能源，第二个是存储，第三个是产能。能源我之前讲过，我是配了核电 ETF 还有 Bloom Energy。 昨天有消息，亚马逊数据中心和他签约，暴涨了 23%。 虽然涨了这么多，但是我建议这只股票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，它是一个替代传统电厂迅速给数据中心发电的这么一个公司。等到它这次股价暴涨之后再稳定一下，我还会继续买入的。存储美股就是 SNDK 和 MU， 最近这2次股票跌的时候大家也没有买入，他们现在是从最低点上涨了 40% 到 60%， 而且在这次大跌的时候，市场非常公平的给每一个人都来了一次机会。就是当时有一个鬼故事新闻说谷歌发布了什么算法可以节省1/7的内存之类的，于是市场就恐慌了，说未来 AI 用不了那么多内存了于是内存股就大跌了。但是现在市场证明这些都是过度的反应，都是假消息。如果他们在接下来1-2个月还有下跌，我认为还是可以买入的。但是要等到26年底、27年初，我们需要再评估一下还能不能留着他们。因为这些存储芯片公司，包括韩国的三星、海力士之类的，他们在28年都会新增产能，都会落地。到时候会不会出现存储过剩、价格大跌？这个就要在28年提前，在27年的时候就要再评估一下。最后一个就是现在更加火热的 AI 模组的产能，其中就包括芯片制造、封装、光模组等等。芯片制造方面，台湾朋友有先天的优势，台湾股市整体的收益今年以来都是跑赢美国的，所以配个0050台湾50指数是一个非常好的懒人包。现在除了芯片制造卡脖子，下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？就是芯片制造出来如何封装。这个封装现在是全世界一个非常大的产能缺口，不管你是英伟达芯片，还是 AMD 的，还是谷歌、亚马逊自己研发的芯片，台积电制造出来要把它封装。现在台积电产能已经跟不上了，所以就要靠日月光。现在日月光涨得也非常的猛
而美国封装最厉害的厂之一就是英特尔。大家把这些都加入自选股啊，跌了你再评估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再进。然后就是现在最疯狂的就是光模组，比如康宁玻璃、CRDO、COHR、LITE、LWLG 等等的，这些都是一些中小公司，有人专门炒这个，风险特别大。我在今年战争之前金矿的这一波抓住了，然后呢大跌的这一波也抓住了，所以啊现在的盈利可以拿出一部分，然后再投入这些波动性比较大的但是潜力也非常大的一些个股，这些可以配一下，但是每只股票都不能超过资产的 1% 左右。而且最近我也想看一下量子啊，量子板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，最近它跌的也比较多，而且这2天英伟达已经开源了量子的 AI 模型 Iceland， 这个可能会加速未来量子计算机的制造。所以关于量子计算机的投资，可以把这些股票加入自己的自选股观察 IONQ、QBTS、QUBT、RGTI。ETF 龙头股还有小的成长股我都会配一些，但是他们的这些比例会动态调整。最后讲一下特斯拉，我非常理解买入特斯拉朋友的心情啊，一直看到它跌，到底跌到什么时候投，相当煎熬。我现在没有特斯拉，但是我可以给你看一下，之前特斯拉是从最高点跌 55% 的时候，我是怎么买的啊？真的是越跌越买。后来它一下涨回去了，我就把它卖掉了。特斯拉就是这种股性，大起大落，一跌就跌个没完，但是它也能突然涨回去。最近特斯拉下跌有很多原因，第一就是它的主营业务电动车竞争对手太多了，尤其是中国的电车低价竞争，而且自动驾驶领域也出现了谷歌的 Waymo 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业务进行竞争。第二，马斯克他是支持川普的，这个就让欧洲的左派国家和美国的左派就开始反感特斯拉，拉低了销量。第三，川普是要打破美国左派的环保理念，要挖石油挖天然气 drill baby drill， 让美国的工业复苏，所以他取消了联邦电车的税收优惠。市场还有一个惯性，就是如果 CEO 他持有公司的股权，占公司的大头，那这只股票就会大幅跑赢大盘，主要就是因为利益绑定。现在马斯克持有 SpaceX 42% 的股份，投票权有 79%， 而他目前只持有特斯拉 13% 的股权，这就会产出一个挤出效应，大家都会把钱去投入他的 SpaceX。 但是未来马斯克很可能会把 SpaceX、XAI 再加上特斯拉整合在一起，最后再加上他的机器人，还有比肩台积电的芯片制造啊，特斯拉 TerraFab， 想象空间巨大。但是这些想象未来你能不能实现，就要看你对马斯克有没有信仰了。所以作为一个投资者，我知道自己不是巴菲特，我不可能集中投资，把大量的钱投资在1-2个股票中，我只能分散投资，配一下自己的这个投资是 ETF， 大型股票、中型股票、小型股票都搭配一下，就是为了防止某一个重仓的股票出现无尽的下跌。所以大家也是要学投资的话呢，还是要先把自己的资产分散一下。只要你稳了，你每年都赚一个 15%、20%、30% 的，这个就已经很不错了啊！10年坚持下来，你已经可以财务自由了。其实投资的时候也不能纯靠量化的数据，有一项能力在未来 AI 也是可能永远无法获得的，就是对未来的直觉。AI 可以给你数据，但是根据这些数据，你要对未来整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，要有一个模糊的直觉。而这个直觉它最终会引向你走向你想要的目标。你要有这个直觉的话，你就必须看大量的信息，看这些 CEO 的想法，看这些财报。如果你都没有时间的话，你就多看我的影片吧。我的投资风格是配置和中长期投资，不是短期短炒。如果喜欢中长期投资的朋友，可以多关注我，并打开小铃铛。这个是我的投资笔记，未来我观察到要卖出的信号，也会做影片告诉大家。感谢大家支持，也感谢 Elsa Speak 的赞助。大家一定要多多学习英语，投资信息第一手的都是英语。感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